这个男人正在抢救地上的女孩，他俯下身，把嘴凑到女孩脸上。路过的大妈被吓瘫在地，惊恐的以为他在行不轨之事，转头就报了警。晚上，男人被带到警局，有人上来就是一脚，说他是奸杀女孩的禽兽。可男人智力低下，不会辩解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吵着要回家。没多久，他被法院宣判死刑，送到了监狱。队长看见他，直接用电话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。来到7号牢房，狱友们看见判决书，更是气得牙根痒痒。老大从地上抱起，劈头盖脸的抽他巴掌。男人痛得不行，想要逃跑，却被其他人用毯子蒙住头，按在地上。所有人围成一圈，轮流用脚飞踹，恨不得直接把他踩死。就这样，男人过上了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只有在外出放风时才能稍微喘口气。他蹲在墙角，默默地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东西。突然，他发现旁边有一伙人，正眼神不善地盯住了他们7号房的老大。那伙人走下台阶，悄无声息地朝老大逼近。男人顿时慌了，他心思单纯善良，不想有人受到伤害。于是他站起身，赶在壮汉冲向老大之前，一把将老大推开，自己却重重地挨了一刀。老大躲过一劫，3两下便把壮汉击倒。可男人却躺在地上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回到牢房，老大有些诧异，这个愣头愣脑的傻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会迫害小孩的禽兽。不过他没多想，而是大大咧咧地问男人有什么愿望。他从不亏欠人情，在这座监狱里也没有他搞不来的东西。没想到男人支支吾吾半天，最后却说老大瞬间呆住，不过话已经放出去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。老大不愧是老大，他趁教会慰问演出时，把孩子安排到演出队伍里，趁乱带出后台，然后又让潇洒哥把孩子装进纸箱，用小推车一路推到了7号房。牢房里，女孩爬出箱子，非但不害怕，反而睁大眼睛，不停地打量着他们。老大问：“你不怕我们吗？”没想到女孩直接白了他一眼，然后便死死地盯着角落。男人转过头，顿时睁大了眼睛，他哭喊着爬过去，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。在爸爸面前，女孩气势顿消，她用力挥舞小手，哭着问爸爸为什么不告而别。但爸爸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只是不停地道歉。其他囚犯哪见过这场面，呆呆地看着父女2人相认。老大更是不敢劝阻，生怕刺激到他们，再把狱警引过来。然而老大不敢劝，绿衣服的大壮却先绷不住了。如果被发现他们偷偷带人进来，刑期肯定会超级加倍。于是他一个箭步冲到门口，透过铁窗大声呼唤狱警。狱友们吓坏了，女孩更是哀求着请他不要告密。大壮越叫越大声，众人好不容易捂住他的嘴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女孩赶紧躲到门后，绝望地坐在地上，无助地哭了起来。面对狱警，大壮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不料他刚要说重点，女孩却突然攥住他的手，大壮瞬间哑火。女孩一边哭一边摇头，求他不要说出去。大壮面目狰狞，内心剧烈挣扎着，但最终他还是开口了。大家长舒一口气，可狱警却板起了脸。大壮尴尬的陪笑，那表情比哭还难看。幸好狱警懒得跟他啰嗦，扔下一个面包，气呼呼的走了。狱警走后，女孩再次扑进爸爸怀里，让爸爸小点声，机灵的样子惹得众人羡慕不已。眼镜忍不住问：“这真的是你女儿吗？”不料爸爸流畅的报出女儿的信息，吐字清楚，和平时痴傻的样子完全不同。碰到忘记的地方，女孩就马上提醒他。父女俩一唱一和，逗得囚犯们哈哈大笑。老头心疼女孩，送上一盒珍贵的牛奶，安慰她不要难过。然而傻子爸爸却不领情。囚犯们没有计较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女孩送出去。得知自己要走，女孩崩溃了，说好2个小时，怎么才待了20分钟？爸爸也很不舍，他智力低下，傻傻的想要陪在女儿身边，说什么也不肯撒手。但这里可是监狱，哪能由着他们任性？老大着急地说：“孩子应该回学校，难道你想让他和我们一样吗？”听到这话，爸爸警醒过来，同意让女儿离开。为了赶紧把女孩送走，老大被迫和她拉钩，答应下次再带她进来玩。女孩躲进箱子，潇洒哥推着车想重新给她运出去。然而刚才的耽搁，教会大巴已经开走，潇洒哥急得跳脚，但也只能望车兴叹。回到牢房，父女俩开心地吃起了午餐。牢饭虽然简陋，但在久别重逢的父女眼中，这比山珍海味还要香甜。可是他们吃得高兴，其他人却愁眉苦脸，不知要拿女孩怎么办。大扫除时，大家凑在一块商量对策。眼镜听到消息，后天监狱里还会办一次宗教演出，到时候让女孩穿着教会的衣服混到舞台上，就能把她送出去。几人一拍即合，干活更有劲儿了。晚上睡觉时，女孩内疚地向爸爸道歉，要不是她想买新书包，爸爸或许就不会被诬陷成杀人犯。可傻子爸爸却没当回事，女儿喜欢的东西，就算是星星和月亮，他也要想办法弄到女儿身边。一转眼就到了后天，女孩藏在推车里，所有人按照计划相互配合，准备把她送出监狱。路上，潇洒哥略施小计，骗过值守的警卫，大哥趁机接过推车，一路绕到礼堂后台。他看后台没人，赶紧把身着教会服的女孩抱出来，走之前还不忘叮嘱，让女孩回去要好好学习。然而女孩跑到舞台边，却瞪着眼睛迟迟不肯过去。老大很奇怪，他冒险走上前一看，
谁也没想到，眼镜说的宗教活动来的居然全是和尚。回到牢房，老大把眼镜胖揍一顿，连佛祖和耶稣都分不清，是该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不过打完之后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就在大家发愁的时候，狱警居然又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好像知道了什么，脸上闪烁着鸡贼的神色。突然，他打开下面的门板，幸好大壮和眼镜反应快，一把将女孩抬起。可还没等他们高兴，队长就走到女孩身后，目光炯炯地盯着她。原来上次活动结束，队长要选照片做宣传。作为10年老警察，他很快就发现照片里少了一个人。对于突然消失的女孩，他早已偷偷调查了很久。事情败露，女孩连夜被遣送回收容所，而爸爸却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禁闭室。窗外电闪雷鸣，爸爸虚弱地躺在地上，嘴里念叨着女儿的名字。他担心女儿害怕打雷，身边没人照顾。收容所里，女孩也在担心爸爸，她站在窗前痛哭不止，不敢去想爸爸即将遭受的惩罚。可是女孩哭成这样，收容所的坏女人非但没有安慰，反而严厉地斥责女孩，让她快点滚回去睡觉。躺在拥挤的床上，女孩还是止不住抽泣。一想到爸爸悲惨的遭遇，她的心就痛得要死。女孩的担心不无道理。后半夜，爸爸突然被刺鼻的味道呛醒，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，火光冲天。幸好狱警及时赶到，将他放了出来。撤离时，爸爸突然看到有人被柜子挡住，困在火海中。他傻傻地呼喊，想寻求帮助，可犯人们都忙着逃命，哪会在乎一个警察的死活？爸爸心思单纯，不忍心看到别人受伤，于是他冒着危险独自脱离队伍，来到门前，拼命地撞击着柜子。或许是老天保佑，杀人有傻福，火场里的警察还真让爸爸给救了出来，而他只是轻微烧伤，躺在病床上呼呼大睡。队长难以置信地望着傻子，不敢相信他居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医生也在旁边感慨说，舍己救人的杀人犯还真是少见的。队长心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，这个心思单纯会为别人牺牲的傻子，难道真是迫害小孩的凶手吗？为了验证答案，队长为父女俩安排了一场会面，他则躲在门后暗中观察。在女儿面前，爸爸显得更傻了，他忙不迭地朝老师鞠躬，还傻里傻气的夸老师长得漂亮。老师想问点别的，可他却滔滔不绝的交代起家里的琐事。得知女儿被选进学校合唱团，他更是高兴的手舞足蹈，看得老师目瞪口呆。很快会面时间结束，爸爸在狱警怀里挣扎，让女儿在家多吃维生素，他很快就回去。看到这一幕，队长心里有了答案。深夜，队长独自坐在办公室，望着儿子的照片，陷入沉思。3年前，有出狱的犯人为了报复，残忍地将他儿子杀害，骨肉分离的痛苦，他深有体会。现在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。过了几天，队长来到医院看望因绝食而生病的女孩。女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恳求队长能不能把她也抓进监狱。爸爸性情善良又老实，没人照看的话，说不定得受多少委屈。队长眼里含着泪，一言不发，扭头离开。回到监狱，他不顾下属反对，利用职权之便做了个大胆的决定。没过多久，7号房收到一个奇怪的包裹，老大刚要打开，里面就窜出一个小可爱。爸爸飞快地抱住女儿，其他人却被吓得目瞪口呆。狱警连忙解释，这是队长安排的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此后每逢周末，女孩都会来到监狱和爸爸一起度过。聪明可爱的她很快变成了牢房里的团宠。7年没看过书的老大为了哄女孩开心，竟然耐着性子一口气读完8本故事书。女孩也很懂事，看到大壮很想家，于是她便找同学借来手机，偷偷带进牢房。在唯一有信号的厕所，大壮联系上老婆，哭得稀里哗啦。交代完事情，他回头抱住女孩，不停地说着谢谢，眼睛更是高兴地揉起了女孩的脸，说等出狱后一定要做他干爹。大家顿时闹作一团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然而牢房里整天嘻嘻哈哈，外面的队长却陷入了绝望。他找到案件资料，发现上面的证人供词和傻子的认罪口供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，更何况傻子除了女儿的姓名，别的一个字都不会写，怎么可能在认罪书上写那么多话？他找到警察厅长，恳请对这件案子重新审判。不料厅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窖。 자식, 잃어본 적 있나? 잃었습니다. 아끼는 재수자한테. 最后迫于证据压力，厅长只能安排重审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爸爸写好新的口供，并一字一句地背了下来。怕他临时怯场，外出放风时，大家还组成模拟法庭，让他按照流程彩排，以确保到时候万无一失。为了女儿，爸爸表现得相当不错，咬字清楚，逻辑清晰，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最后，老大还拿着请愿书，让全部狱友签字，增加获胜的筹码。这样一来，爸爸一定能洗刷冤屈，重新回到女儿身边。很快，庭审的时候到了。路上，队长陪在傻子身边，帮他解开手铐，让他不要紧张。等出狱后，一起上家里吃饭。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法庭上爸爸表情呆滞，面对法官的问题，他眼神躲闪，迟迟不肯回答。法官急了，语气越来越不耐烦。달겨받아. 그렇지 않으면 네 딸 내가 똑같이 만들어준다.
全场乱作一团。爸爸回头看了看面无表情的厅长，又看了看一脸悲伤的女儿，他瞪大眼睛，更不敢说出真相。队长崩溃了，要求法官暂停，可爸爸却像疯了一样，嘴里不停的重复：是我干的。悲愤的队长想冲过去阻止，却被法警挡在原地，不能动弹。随着法锤落下，案件维持原判。这样的结果在每个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行刑这天恰好是女孩的生日，大家坐在牢房里为女孩献上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。吹完蜡烛，叔叔们挨个为女孩送上礼物，爸爸更是拿出了女孩最想要的新书包。女孩很高兴，她深情地看着爸爸，然后站起身。아빠잘태어나게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。爸爸不知道说什么，也傻乎乎地朝女儿行了个大礼。然而这搞笑的一幕，现在却没人能笑得出来。吃完饭，爸爸该上路了，他抱起女儿缓缓向前。监狱里静悄悄的，没人敢出声，生怕影响父女俩告别。走到门口，爸爸放下女孩，帮她理了理头发。 같이 먹다도 예승이 혼자서 잘 갈 수 있지? 时间到了，爸爸紧紧地抱住女儿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眼眶。他虽然傻，但骨肉分离的剧痛在此刻却是那么的清晰。为了不让女儿难过，爸爸很快又换上傻傻的表情，嗤笑着和女儿招手告别。隔着铁门，狱警们沉默不语，可爸爸却突然做起鬼脸，女孩也毫不示弱地坐回去。父女俩越闹越开心，温暖的亲情在这生死离别之际迸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力量。最终，爸爸转进拐角，消失不见。女孩趴在栏杆上，嘴里数着1、2、3，期待下一秒爸爸会跳出来给她个惊喜。然而她等了很久，那边却静悄悄的，再也没了动静。